大家好，这里是沉浸在嘉年华上班后恍如隔世的彩虹。这期是新限定雨院安杰丽娜的实战论。你知道的，我一直是杰哥粉丝，别不信啊！你看实战论第一期是谁？那么一格归来，安杰的前路在何方呢？我们正片揭晓吧。作为6星巡空者，雨院安杰丽娜数值全面领先低星。巡空者的特性是起飞后能阻挡2个飞行敌人。起飞在凯尔西和紫兰的视频里才介绍过，本质就是对地面单位隐匿，并且可以阻挡空中单位。一些特殊判定可以参考凯尔西的视频，这里就不再赘述。天赋1漂浮大地之上的效果是，雨院安杰丽娜攻击额外造成攻击力25%到30%的法伤，攻击重量小于等于3的敌人时，则额外造成相当于攻击力35%到45%的法伤。处于起飞状态时，使攻击范围内敌人失重。额外伤害很好理解，安杰3个技能都能起飞，所以技能期间也都能触发。但要注意，天赋是基于攻击力白值附加伤害的，而3个技能中 DPH 最高的3技能，它的加攻幅度其实最低，所以天赋1对其增幅较弱。反之，2技能攻击力白值高，虽然吃拐率是低了，但可以吃满天赋的增伤。失重效果及敌方减1重同名效果不能叠加，不过可以和特线模组的原版安杰丽娜以及肉鸽减重藏品的额外减重叠加。失重首先想到的就是配合推拉干员，大部分精英怪嘛都是2到4重，少数5重。简单复习一下重量和力度的关系吧。中等力度能推1重怪 1.7 格，推2重怪 0.44 格，打断3重怪攻击，对4重怪以上无效。具体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图片。失重只要把敌人减到你想要的阈值就是质变。极限来说，温蒂3技能配合失重 buff， 可以轻松的推动6重的 boss， 使其入坑。原版安杰和雨院安杰交替开技能的话，几乎可以做到全程失重敌人，在超高蓝图有一点潜力。除了配合推拉，失重还能和浮空配合，浮空对3重以上的敌人持续时间减半，加上失重就是等效长控4重敌人，可以和安杰自己的2技能形成配合。此外，山比的传送也和重量挂钩，下期视频嘛会有不少例子。哦对了，还有些和重量挂钩的机制，失重后反而有翻车的风险，比如工程手模组对高重单位的增伤，早露对高重的减防，又比如敌人的人间大炮会发射重量小于等于3的目标。黑流道中 BOSS 关的胖水手被减1重后会直接乘坐大炮飞到右边，用安杰打的话千万不要手贱早开技能啊。也有好消息，现在肉鸽中有敌人失重时增伤的藏品，和安杰相性很好。天赋2天穹间的舞步的效果是，在场时所有处于起飞状态的友方干员攻击力提升13%到18%，且阻挡时每秒回复8%到10%的最大生命值。安杰自己的技能可以吃满天赋加攻，不过比起输出提升，这个天赋最大的亮点是阻挡飞行敌人时的超高幅度回血，对安杰自己而言就是等效最高268.5的秒回血，相当于3倍的属地快。而且这个天赋是对全体起飞干员生效的，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自然要数常态起飞的天猫凯尔西斯恒托，还有2技能期间起飞的焰狐龙紫兰，他们的2技能吃拐率都不错，配合安杰锦上添花。在肉鸽中，因为各种起飞藏品的出现，天空盒也有不小的上场空间。可以预见的是，以后随着起飞干员和空中敌人增多，安杰的2天赋会越来越实用。1技能急速送达的效果是，部署后安杰立刻起飞，攻击范围扩大为群法范围，攻击力提升，同时攻击2个目标。作为落地即可释放的被动技能，1技能持续时间很长，有足足60秒。实战中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部署即可进入起飞状态，不会出现类似紫兰2技能部署时被敌人攻击锁定，没来得及起飞就即刻坠机的事故。假如只是想用安杰部署时临时触发天赋的失重，然后配合推拉干员控制敌人啥的，那么1技能也是一种选择，但1技能的数值一般，专3攻击力2199，额外法伤660到989，总伤11.4万到12.75万。
虽然看着不错，但输出时间太长了 ，DPS 2000左右，攻击范围和附加效果更是不如23技能。更何况23技能配合出动 buff 也能落地开，所以一般不推荐专精。不过1技能还有一些奇怪的优势，如果你肉鸽中不小心给安杰上了指中狼 buff， 那么作为被动的1技能就变成唯一能用的技能了。但1技能的攻击提升是纯加算，吃拐率低，所以除非是有减在部署藏，真有指中狼还是给施怀雅吧。进化1阶后，安杰习的技能重力自定义，开启技能后，安杰攻击范围扩大，并向前方滑翔起飞，使掠过的地面敌人浮空12秒，飞行敌人附地22秒。随后攻击间隔较大幅度缩短，攻击力提升，攻击变为法术伤害，且同时攻击5个目标。机制上，2技能在开启后会朝前滑翔2.5秒。这个动画不占用技能输出时间，滑翔时安杰处于类似夜刀3技能的伪无敌状态，可以规避大部分伤害。2技能的浮空或附地效果并非开启技能立即生效，会跟随安杰滑翔的动画判定。实战中我们可以打一点提前量，让开技能后再走入技能边缘的敌人也能被控制。浮空效果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让地面敌人变为空中单位且不能移动和攻击，对重量大于3的敌人持续时间减半。附地是新效果，之后我们结合实战讲解吧。这里先说2技能的输出能力。金1开荒阶段，雨月安杰丽娜是毫无疑问的开荒幻神水平，她金1用2技能就能打出近5万左右的输出。金1小火山属于是回转快，带强力控制，范围还大，打主线前期的敌人纯属虐菜。在黑流树海金1开局也是随便杀穿1层全图，2层大部分的关卡也游刃有余，是非职业队里比较强的开局保姆。游戏后期专3 2技能攻击力2459，额外法伤738到1107，攻击间隔0.7秒，技能期间打32下，不过最后一下吃不到技能的加工，总伤10万到11.2万 ，DPS 4566到5092，回转25 SP。只看输出的话，这就是顶着轻杂技能回转的准绝战绩，一般的精英怪都活不过浮空的12秒，而且2技能打5，控制数量无上限，面对怪海时的作战能力有时还要强于3技能。不过2技能没有法穿，像法伤噩梦的水月肉鸽，碰到高法抗单位比较乏力。当然，在新的几个肉鸽中，法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2技能在藏品较少的时候，爆发比3技能高，自带控制，不会出现起飞后敌人从脚下溜走的情况。在2个居民据点关卡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同时也几乎可以单人打穿狭路相逢节点。总的来说，可圈可点。配合方面，2技能攻击频率高，攻击段数多，可以配合雨打卓然损伤，或者和罗格斯、缪因、小火龙天赋配合弥补法穿问题。哦对，安杰是叙拉古阵营，所以能吃到伊格拉普兰德天赋的加出动，只要边队携带一拉，2技能就能落地开启，不用担心真空期被锁敌。银辉的风雪之眼也能让2技能落地释放，而且秒开2技能可以大幅提升风雪之眼真影斩的伤害，配合星渊能天使3技能，2技能可以做到瞬间连发，都可以尝试搭配。那么说完输出，这期的重头戏还是全新的强力 buff 附地。附地简单来说就是反向浮空，可以将敌人空中单位变为地面单位且无法移动，也是对重量大于3的敌人持续时间减半。附地可以让空中单位受到各种对地攻击和 buff 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被迷迭香3技能阻挡并输出，受到圣灵初雪天赋3比2技能的地块效果，吃原石地板等特殊 buff 地块，以及坑洞的直接秒杀。真要细究起来，这个新 buff 的挖掘空间和实战技巧可是更加的丰富多彩。但在了解之前，我应该还需要介绍一下飞行单位和近地悬浮单位的区别。仔细观察能发现，几乎所有近地悬浮单位都至少有一个对应的地面形态，只不过触发的方式不尽相同。飞行单位被附地后只是无法移动，远程单位依旧会进行攻击和释放技能。近地悬浮单位则要分情况，生驰飞行兵、水月肉鸽的飞鱼被附地后会强制变为地面形态，这个形态会解除他们的远程攻击能力，且附地结束后不会再起飞。不过也有不会切换形态的近地悬浮，比如曼德拉、羊之主，他们依旧会以近地悬浮的姿态进入附地状态，也依旧可以进行远程攻击。还有一个冷知识，绝大部分飞行单位被附地后依旧不能被推拉，但之前提到的可以被强制变换为地面形态的飞行兵和飞鱼则可以被推拉。不过飞空单位中有个例外，是物欲拮抗者，被安杰天赋失重后能被温地
一炮打进坑里，连带2阶段的质检也坠机消失，可以说是相当惨烈了。此外，对于大部分无法被推拉作用的空中单位，实战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小手段将其诱骗到坑洞上方，再腹地瞬秒，比如泥符的恐惧，比如酒神的诱导，再比如山比的传送带等，还有一些可以短暂起飞的特殊敌人，比如雷顿忍者，在跳跃的瞬间算飞行单位，如果卡点给他腹地的话，他就会原地不动22秒。黑流3层的鸟 BOSS 也是同理。腹地还有很多有趣的玩法，比如腹地后于2技能巨怪，又或者腹地后属3技能上传送 buff， 等敌人升空后就能正常的打转了。浮空加腹地还能实现化学反应，这里爱国者只能被小鸟的1技能浮空 0.5 秒，但只要在 0.5 秒内触发安杰的腹地，腹地效果就会一直持续到正常结束，后续再将其浮空也不会打断腹地的效果。在肉鸽中配合特线艾丽妮、特线霍尔海雅或者特线原本安杰，在敌人浮空即将结束时续上腹地，就能大幅延长群体控制时间。肉鸽双节组合能打出对小怪几乎永控的效果。由此可见，抛开输出和生存，2技能也是一个控制和整活潜力都很强的对策技能。视频之前一直在说腹地，其实对地面单位浮空12秒也是时间较长的硬控。但用安杰的时候要小心浮空内鬼，因为敌人变成空中单位后就能攻击起飞的安杰了。虽然浮空单位理论不能攻击，但有些例外啊，比如自爆虫，它在浮空的时候爆炸是能炸到安杰的。还有花巅峰，浮空后也能晕到安杰，要小心。专精推荐方面，推荐专3。进化2后，雨苑安杰丽娜习得技能专程的心事。开启技能后，雨苑安杰丽娜立刻起飞，攻击力提升，获得高额对空庇护，攻击范围扩大，且周围8格视作雨苑安杰丽娜的额外攻击范围，攻击对3个敌人造成一定物理伤害，且额外攻击1个飞行敌人。范围内飞行敌人移动速度降低，原技能范围内有未被阻挡的可阻挡飞行敌人，且自身未阻挡时，移动至该敌人所在格，攻击装有33发弹药，打完后结束，可随时停止。机制上，3技能的攻击范围很有意思，为易达的攻击范围加自身周围8格，多出来的周围8格除了用于打身后的目标外，还可以利用空中单位打到原本打不到的边缘格。有个细节啊，也可能是 bug， 那就是新能天赋1的轰炸只能被安杰周围8格的敌人触发，远处的敌人触发不了。3技能的移动效果和贝诺内3技能类似，本质都是一种再部署，但是预言皆能飞，所以3技能可以移动到高台和绝大部分不可部署的地面，更便于阻挡飞行单位。此外，3技能不会主动飞到睡梦砖以及巴别塔的锁链地块上，也就规避了这些地块的负面效果。同时要注意，移动后的位置被掀地板会被秒，但是移动后原本的位置被掀地板会在技能结束后才被秒。实战方面，专3技能攻击力4887，额外法伤386到579，总伤17.4万到18万， DPS 3515到3644，总伤非常高，破甲线也高。一个技能清完爱国者方阵，甚至还有余力，而且这个技能的吃拐率也不错，日常的大部分关卡都可以碾压，甚至小关卡可以直接开1次技能就挂机。打 BOSS 的时候配合攻击或增伤管，打肉鸽时后期叠高藏也能一人打穿，不愧为新时代的误伤决战技。而且输出还不是这个技能最强的地方，高总伤的干员不少，但3技能还有全程起飞带来的超强生存能力，以及超大攻击范围加30 SP 较快回转加可随时关闭条轴，容错率拉满，出动6 SP 配合一拉天赋可以直接落地起飞，和1技能一样不被地面单位所敌。真要说缺点，那就是对地时只能打3，地面敌人较多的时候输出会分散，还有就是爆发输出较低，常规图道体现不出来。但高难肉鸽如果是少藏局，3技能很可能出现起飞后无法阻挡，然后敌人偷偷溜走的情况。不过这些缺点在面对空中敌人时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大范围内有减60%的高额减速效果，还有移动阻挡和65%的对空庇护，以及额外加1的打数，控制和对群能力都有了质变，并且按方舟目前的更新趋势，不管是肉鸽还是 SS 活动，对空高压的关卡是越来越多了。安杰发挥的舞台肉眼可见的宽阔。好的。
的，三技能普通的优点说完了，我们再说一些实战论特色的奇怪的优点。你应该注意到了，三技能除了输出和生存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强大机制，那就是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能让干员移动到不可部署地块上的机制。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14章的特雷西亚，利用空中的圣杯飞到他的头上，就能绕过他小球的减伤，而且不会被打到。还有9章的石柱，只能被周围4个单位攻击。我们利用飞行兵让安杰飞到原本不能部署的位置，就可以把这个柱子击破到正常情况下无法导向的位置了。很有趣，对吧？这个技能的移动还有很多特殊的 combo， 比如肉鸽中很多藏品可以通过移动刷新，典型的就是补弹藏，在安杰丽娜移动后会直接刷新使用的次数啊，所以在对空图理论可以做到无限弹药。此外，移动的时候安杰是无敌状态，所以有时候可以利用移动闪开敌人的一些攻击。在剑元，三技能无限移动也可以去消除符纸，当你的敌人在你移动到位置前就死了，那安杰又会回原位。这么一说，理论上只要你一直动，那就是永久无敌啊。技能可关闭的特性也能让我们利用起飞去欺骗一些敌人的奇怪机制，比如紧急预算否决，可以位移到上方，然后把下面的老鼠打上去装车里。还有目前最实用的，利用起飞骗树海3结局 BOSS 的激光。当然，如果是胡局，其实安杰直接把 BOSS 输出掉会赢得更轻松啊。但是也要小心，这个移动机制用不好也会有缺陷。比如3结局，如果在 BOSS 激光期间你移动去阻挡小怪，那么激光的目标就会换人。还有就是频繁移动的时候，安杰不能进行输出，移动到角落里也可能会浪费掉周围8个的攻击范围，甚至漏怪。当然，移动机制整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专精推荐方面，推荐专3。好的，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这期我又燃尽了，但是杰哥这么可爱，作者非常快乐啊。老样子，点赞35000，我就在月内更新山比的视频吧。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我们下期视频见。